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来讲一下，台北必去的几个地方啊，也希望给还没有去过台北、准备去台北的朋友一些简单的一些建议啊，就是有好多地方都很值得去。那么，如果你时间不是非常的充足的话，那么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是必须要去的。第一个呢，就是101大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台北的这个地标嘛，城市的地标。因为你可以从很多了解台北的这些新闻或者是影片里面，都可以首先看到了，就是幺零幺大厦。呃，幺零幺大厦呢，你有注意到没有？幺零幺大厦其实已经很多年了，说实话，已经建了很久了。但是从现在去看，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这样一个摩天大楼。你知道吗？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到现在应该也还是算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吧。虽然可能因为太多的高楼大厦了，像迪拜啊什么的所以从高度上它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是就像我上期节目讲的，它有很大的它的特点，就是那种啊、这种古今中外现代这种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就是又现代，然后又复古就是对，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这种造型跟它的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还有它本身里边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你可以到它的第89层的这个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城。尤其呢，到了傍晚的时候，那种灯光璀璨的景色我觉得绝对是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当然，你不要去指望说，它像纽约像就是东京，甚至像上海的那种，那种繁华它可能不是那种感觉，但是它有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特别是它那个高速电梯它只要37秒就能够飞到上面去让你感受那种快速电梯的快感另外，它在就是它底下的这个啊这个商场，就是那些吃的，就是它有一个，但是地下1层还是2层，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就是那个美食区，哇，真的是太多好吃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那边的像这种地方，在很多城市里面的标志性建筑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台北它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首先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精致，也确实的比较能反映台北这些饮食它的这些入驻的这些标准还是有去考量的然后人气很旺，就是真的是好多人在里面吃饭啊、对，就是，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是游客比较多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游客也还是比较多吧。反正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太热闹了，然后你可以去抢，不能叫抢因为确实是需要排队的。但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说的是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还蛮多人的。它有时候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就是对，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对，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台北那种小小的温馨的那种小惊喜吧。这个是我在台湾，特别是台北对，就是都能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至于说里面的一些商店什么的，我觉得还好啦。那些我觉得，你去香港去别的地方，它依然也是会有这些选择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些还好，但是它那个美食的那个位置，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美食，那么士林夜市是肯定要去吃的因为夜市嘛，基本上是台北生活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台北夜市基本上算是台北最热闹的夜市，应该是吧？因为就是最出名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么多年有没有变化，但是当时来说，应该算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夜市，而且名副其实吧。我觉得去的时候感觉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好吃的东西。那有一个什么豪大大鸡排，对不对？哇，那真是大。就是对的，我在别的地方也吃到过鸡排啊，特别是这种台式的鸡排，但是那么大的鸡排哦，我也是第一次吃，哇！我觉得一个人吃那么大的一个大鸡排，啊，对，然后还有这个海蛎煎嘛，就是蚵仔煎，就是对，就是台式的那种口感，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它跟大陆的这个就是它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又有一点点相似啊，所以就是那种既一样又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去尝试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当然，比如说像珍珠奶茶这种东西，啊，我觉得这是台湾特产嘛，我觉得不管喜不喜欢都可以去喝一点嘛，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它还有那种炸鸡排，就是虽然好像我在外面看好像不是很出名，但是好好吃啊，我觉得特别建议大家去吃那个东西，就是嗯，不一定只是吃豪大大鸡排啊，对，那个烤鸡排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哦，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哈，我真的觉得哇，现在讲到都觉得流口水。我觉得台湾人在做美食这一块，哎，真的很有天赋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原因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首先它台湾它一个是原来是福建这一带的这种小吃传统小吃的保留下来，然后又加上日本日式的一些，因为它毕竟有经过日据时代，所以有一些美食的东西也会留下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外省人，就是呃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也会带入他们自己的美食，然后又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多的内容跟饮食，然后在这里融合，然后就会去迸发出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啊！真的是，我觉得台湾台北都是美食的美食天堂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这个词哈，跟有些人会不会有意见？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好多好吃的东西。对，就是虽然台湾不大，台北不大，但是好吃的东西真的是不少哦，比有些那种其他的有些地方，我觉得还要密集，就是那种好吃的东西的密集度很高哦，这个是一块，也是我觉得非常建议大家去吃的。除了士林夜市，还有师大夜市，还有什么夜市，他们好很多，都很干净，然后你也可以都尝一尝哦。对，白天少吃一点，这样你夜市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西门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几天是住在西门町的，然后对西门町是台北年轻人的这个潮流生活，它就是很多潮流的文化都来源于那个地方。你可以在那个街头，你可以看到很多特色的小店啊，包括一些咖啡厅、潮牌商店，然后同时你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歌手嘛，就是那种歌手的一些小型的演出啊，甚至有些小年轻在那里拍小电影，知道吧？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很有活力啊，他们在那里拍电影啊，拿一个简单的一个单反，然后几个人对，我觉得就可能大学生那样子的在那里拍电影。而且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早期，不像现在就是现在这种短剧啊什么的还蛮多的常见，但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流行，那台北就已经在这块就有很多人在搞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这种年轻人的文化还是蛮浓郁的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去那个地方感受一下特别是晚上
所以我觉得住在西门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在那边感受一些这种夜晚的这些气氛。第四个呢，就是既然我上次有说了，我说台北是个有文化味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是最能够代表这个东西的呢？就是诚品书店。这是一个城市最重要、最美的精神空间。就是你如果去到这个台北，那肯定是不能错过去诚品书店的。曾经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啦。那么，我觉得它倒不是说最美啊，因为我觉得是最有气息的、就是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书店。以前比较早期，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有24小时的，就是他那个书店是开24小时的。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甚至有些真的是有人会在那过夜哦。那书店呢，你不会去赶它。然后就是他们我发现他们就是你不是在诚品书店看书就很松弛就是你可以找个位置，然后看书，然后它有一些就不是那种凳子，就是因为像小台阶或什么样，它都是可以在那里看书，就是就是比较亲民一些，然后你是真正在看书，而不是束之高阁。因为很多书店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就是你他对你在那里观看有很多要求看上去是很规矩但是实际上是让这些书跟人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距离的感受，是吧？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比较亲近的，你可以很放松去看书然后其实看书的人很多，从这里你也看出台北的这种年轻人的文化气息还是不错的。当然现在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年过去了现在因为互联网这种发展，手机的这种方便的这种得到信息的方式，是不是对这些有改变？但当时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台北年轻人还是很爱看书，很有文化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是诚品书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北投的这个温泉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当时就是有去北投，但是因为我的那个就是临时增加了这个，因为我原来不知道北投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么值得去玩的地方，所以当时只是匆忙加了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个程序，然后所以当时只是匆匆看一下，并没有真的是在那里去找一家那种温泉什么的所以蛮可惜的。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去台北，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放松一下吧然后去感受它的当地的这些温泉的这些文化看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你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价值相当于去整个台北的50%吧，甚至60%60%有点过了50%吧，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真的就是就是你对台北就是故宫博物院你去逛一趟，你对于整个上下几千年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包括它的演变包括台湾的这片土地的它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脉络就会有一些更清晰、更有意思的感受。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就是那种古代的人的一些真迹吧，或者是名作对，真的是很有意思，而且内容真的很多就是展品真的是很全你可以看到很多宝贝对，而且它里面的一些设施也做得很好，就是解说，包括去讲解的就是多语言的讲解，然后整个都会比较温馨一些。然后对，还有一些互联网不是互联网，就是那种叫什么互动的一些设备，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们在就是
在文化互动这一块，我就做的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到位这个，我真的觉得要给他们点个赞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去。如果你甚至你可以你在那里等一下，因为他有一些导游，对不对？然后对，你可以跟着他们的屁股上走，然后他们也会讲。如果你看不太懂，你跟着那些人对你就可以听得更多的东西。然后，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啦。我觉得了解一些文化，了解一些历史，了解一些这种东西特色的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而且你可以感受一些就是美的享受，真的是美的享受那你不仅是博物馆，它其实也是美术馆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美术的作品、艺术的作品雕塑各个方面，还有建筑，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这就是我感受我自己我感觉最重要的这几个地方。当然还有好多地方我因为就是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我不能把这个节目做得太长，所以我觉得这主打这几个，如果到时候想起还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的或者什么，我可以在后面我可以再补充再说。但是我现在想到就是这几个地方是我觉得应该要去，一定要去的一些地方。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